大家好，疫情影响到我们正常的生活。今日东方宏盛培训学校杜乐大师工作室与大家一起共同战役。我们为大家准备了几道药食同源的美食，呈现给大家。下面有请杜乐大师工作室王老师与我一起共同制作第一道菜——小吊梨汤。大家好。好，我们现在开始准备食材。首先，我们准备20克银耳进行泡发。大家注意，银耳泡发的时候，如果使温水，它的泡发速度会快一些；如果我们使凉水的话，泡发的时候会慢一些。大约20分钟之后，银耳会胀发起来。下面我们将泡发好的银耳将它的根部去掉。我们将雪花梨的梨皮去掉。但这部分梨皮我们要保留下来。《本草纲目》里有一段关于梨的记载，梨清心润肺，它具有止渴化痰的一个功效。下面我们将梨切成块状。我们这次呢特意选用了这个雪花梨，因为本身它的肉质呢比较柔软，并且呢它的体量也比较大。小吊梨汤甜而不腻，润燥润肺，特别适合春季食用。好多人在制作这道菜的时候，经常会把梨皮去掉，丢掉了，这个是不对的啊。我们是希望把这个梨皮作为一个保留啊，因为主要的这个梨皮具有一定的功效。下面我们将红枣洗净切片备用。青梅10克洗净备用。如果你家里没有青梅的话，你可以用话梅来代替啊。我们一锅里面放个2粒话梅就可以了，这样会让我们的口感更加丰富。枸杞子20粒。冲洗干净。枸杞能够提高人的免疫力，具有美白的这种作用。我们下面准备1500克纯净水烧开，陆续的将梨投入到锅中，胀发好的银耳，还有我们的青梅、大枣片、枸杞。将我们刚才的梨皮共同放入，旺火烧开。大家注意，梨皮一定不要扔啊，因为梨皮是属于阴性的，它能够止咳嗽、清心润肺。我们建议在做菜的时候一定要保留。大火烧开后，我们下入冰糖，因为冰糖呢是咱们普通的这个白糖再次的结晶，所以它的纯净度比较高。它的甜度也比较大啊，适合做一些汤菜。之后我们将火调至小火，大约要熬制1个半小时左右。平常我们在家里呢也可以用高压锅啊，这样的速度会更快一些。关火。这个汁儿一定得熬得比较浓稠。好，大家看，这样呢，我们把这个梨水全部都控出来。好，我们这道小吊梨汤就制作完成了。Subscribe and turn on notifications and press all and don't forget to like.